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常住客，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常住客，那如果说是用着这样的一个针对游客的一个签证的便利性，来进行一个类似于逃避长期签证的办法，我觉得这条路肯定行不通的。它肯定也是类似于会有个限制，比如说180天里面90天啊，或者怎么样。那这个东西限制出来，不就是为了卡那个东西嘛？那所以说，当大家如果真的要来泰国，像我小芳这样常住的，我建议大家把手续办好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小胖。这个你看，下午染了个头发，做了4个小时啊，这个改变一下造型，对吧？感觉变成了一个小坏蛋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好久没给大家探店了，今天给大家探一家店，然后是一个韩国店，然后呢，吃韩国烧烤的啊。这个韩国烤不还是韩国烧烤，韩国烤肉。然后我们看这家店，好久没探美食了。自从去了老挝或者去哪里，基本上就没怎么探过美食啊。我们今天来探一下美食，然后呢，顺便给大家讲一下最近的一些政策上的东西啊。我们要搞个包厢啊，还行，不用那种跪着坐，行吧。这家店您叫单点的是吧？它不是那种自助的单点啊，全是单点哦。它但是它也是一个量还中文，挺大的。很大。大概人均多少？你们来吃过？我没吃过。我们来吃过，大概人均在个600-700铢吧。人均60-100也还好呀，人均100多块钱，那不贵啊，不贵啊，人均60-100不贵。因为一般我以为是这样，这一份，比如说很小的一份750，那就会很贵。明应该是可以。行，你们点，我不懂啊，我专心录我的视频。大家看我这个头发颜色怎么样？它在室内啊，就是有点泛白，其实它是灰绿色的，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前能不能看出来。然后在太阳底下就会泛白。其实我本来是想染的不是这个颜色，那没办法，泰国的理发师大家懂的嘛，对吧？这个反正进去出来都长得不同一个样。直接说啊，上次我们点了啊， 3个菜都没吃完。为什么？韩国餐厅主要吃小菜，他会送很多小菜。对啊，我们没想到的一个点啊，就韩国餐厅，大家在国内也是一样的，它一个炉子它会送很多什么土豆泥啊、泡菜啊什么的那些东西会送很多。对对，我在想，如果光点一盘肉700多铢，你们怎么可能人均700-800，一人就吃一盘肉？光吃小菜都能吃饱。吃小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对，国内也这样。国内我记得我就是要那种土豆泥啊，这一份一份的啊，先来个5份。我喜欢吃韩国泡菜，吃到好。泡菜是吧？我看我喜欢吃的土豆泥应该有。好，我们用空余的时间啊，来给大家聊一聊，就是关于这2天发生的一个签证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因为很多人从网上来看到了一些消息，在问小胖，就是说，泰国在6月份会不会把一个免签30天变成60天？那看现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来说呢，的确好像有这么回事情啊。我呢也仔细去看了一下，其实还没有官宣啦，这个也其实还没有官宣。都是一些媒体等于说在也不叫捕风捉影，那它一定是有这么一个东西。那我觉得可能现在也会真的会有一个到60天，但具体在6月什么时候宣布，我觉得马上就到6月份了，到细则还没出来，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大家再等等吧，真的再等等，这个可能还没有那么快。那么当然泰国这个国家，据我现在待下来的话，就是他希望你过来，而把30天改成60天，而并不是希望你过来常住的。那懂我意思吗？他肯定是还希望你有长期签证的。那到时候长期签证肯定很多人会偷懒，会觉得，哎，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免签的进入，会不会更方便啊？怎么样？其实我个人认为不以为然。免签时间长了，针对游客的确是好事情。我觉得大家过来玩，很多时候可能会玩30天多一点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对于正常游客来说，我觉得泰国政府都是抱着一个欢迎的态度的。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常住客，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常住客，那如果说是用着这样的一个针对游客的一个签证的便利性，来进行一个类似于逃避长期签证的办法，我觉得这条路肯定行不通的。它肯定也是类似于会有个限制，比如说180天里面90天啊，或者怎么样。那这个东西限制出来，不就是为了卡那个东西吗？那所以说，当大家如果真的要来泰国，像我小芳这样常住的，我建议大家把手续办好。长期签证啊，各方面的东西手续齐了，你走到哪里都不慌。那么如果说你是要抱着投机取巧，或者说想节约点钱这样来回跑签的，我个人不是很建议你前面几次1次2次我觉得没问题，但凡第3次第4次这样跑签，一定会出问题的。那么
泰国政府希望大家来消费，对吧？希望大家能带动它的 GDP，因为它是一个对旅游非常开放的一个国家，对吧？哪怕你在这里赚到了钱，他也希望你花在这里，对吧？这样才能带动它的一个经济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大家不要把出国想的那么简单或者怎么样，因为我这一年来走下来其实不简单，就是你会有很多的一个在这里一个无形的开销，对吧？也会有一个很多的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就作为一个游客过来玩，就一个玩的一个心态这样过来。那么玩过次数多不代表你来过5次10次以后你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就适合我生活，不是的，待待看，真的，如果真到60天了，那就待个60天，待个4、5天，然后再来感受一下，我就再去考虑一下后面的一个东西，而并不是直接就是扎来头就直接进来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包括小胖来也是一样，都是做了前期大量工作和我之前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，所以说我才最终确定到这里来，而且甚至说我接下来还是想往其他地方走的。大家看我视频都知道，我是一直希望自己走下去的，而并不是赖在这个地方就不动了，对吧？世界那么大，我们的目标是看看了，对吧？不是说找个地方换个地方睡觉，那换个地方睡觉，我干嘛不在杭州睡觉？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永远是个矛盾体，但大部分来这里的人都可能，我觉得都可能没有考虑好，或者说在这里直接扎根了，我觉得没必要。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，你可能需要1年2年的时间来适应这个社会，适应这个环境，适应这个节奏，甚至说适应这里的风土人情，适合这里的天气，适合这里的餐饮文化，对吧？这个不是一个嘴巴说说的事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好。那包括签证的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大家再等等吧。如果真的等到官宣那一天，小胖也会做视频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这个事情，好吧？这个签证事情目前也就这样，我觉得大家先看过略过吧，因为新闻是铺天盖地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啊。今天我们就刚吃个饭，顺便给大家拍个店，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签证问题。这才是小样，这是什么盐？这是泰式酸辣酱吧？他们的小菜土豆泥，然后这是一个汤，这应该叫味噌汤吧？这个是洋葱是吧？白萝卜应该是萝卜，这都是他配的小菜。对，小菜。这个阿尼奥松啊，再来2份。这土豆泥这个啊，果然跟我们国内差不多。哎呀，韩国烤肉就是有人考验，你怎么走了？你再看一下小菜，这个菜啊，我一直觉得很泰国，它这个根本就不像那个韩国的，这种就像，但那种酱料跟我们国内吃的不一样，是不是这都改良过的？来，老板，给你来一块大牛肉。这是2个，这牛肉是吧？对，那个是冷面。韩国人不怕拉肚子嘛，一冷一热。看看怎么烤。韩国人调味。哦，它是马卡龙买的那种肉，它不是那种鲜牛肉。对，它是马卡龙买的那种，就是某个他的那种肉，你知道吧？是某个他的呀。尝尝2块大牛肉。它牛肉已经有化了。很酥了。拍呀，拍了。来，我拍了。对呀。这碗牛肉汤好喝。今天来吃牛肉。我想知道多少钱一碗？这牛肉汤？这牛肉汤多少泰铢？好像300泰铢。60块，划算的。这牛肉汤加油第2点，不错。它第一盘肉烤出来了。我一般就是吃东西，我是这样的，我什么调料都不蘸，先尝口原味的。尝尝原汁原味。然后再去用那种生菜卷啊包调料，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说只吃了调料蘸调料的，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肉到底是什么肉。这个好像是牛肉，好像。我刚刚找到一个很好喝的东西，南瓜的那个甜品的根啊，有一个南瓜汤。挺好喝。我呢刚刚在看这个筷子啊，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筷子区别，就大家如果经常去吃
饭的话，应该知道中国的筷子跟日本的筷子跟韩国的筷子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中国的筷子呢是长7寸，应该叫7寸多少忘了。然后它没有，它的寓意是7情6欲，就是吃饭要有节制，所以它是应该叫7寸6多少。然后另外一个话是天圆地方，就是它后面是方的，前面是圆的。然后呢，中国的筷子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，而韩国的筷子基本上就是用金属结构的。那为什么金属结构呢？因为它要夹那些烤肉啊，这些是热的。如果你用木质的话，然后它的筷子就很容易变形或烧焦。那么像日本的筷子，它相对于来说更圆更尖一点，它是为了去夹那些寿司和刺身的时候啊，这样的话会比较好用一点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筷子为什么是用木头做的？因为中国的菜会相对来说比较油腻，比如红烧肉什么，你如果用金属的筷子去夹，就会导致会打滑。那么，用木头的就不会。那么像韩国的话，就用烤肉，这样的话就夹这些，热的肉啊，这样的话它筷子不容易变形。这主要是这方面的区别。我们3个人啊，人均100人民币，吃了这么一桌子烤肉，其实90%都是免费的。